金娘子，下雨了，不如白某送你回去啊。这样的小雨，也不算什么，多谢白郎君。季娘子既然已经接受了白某的一半真心，那白某为季娘子打把伞、挡个雨，应该不足为奇吧？夫人，下雨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夫君来接我回家了，多谢白郎君。多谢白郎君送我夫人一程啊！杨警官腿脚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夜路走多了吧？不然也不会如此严重。那也奉劝白郎君一句，少走点夜路，免得摔得更惨啊！夫人，回去。白胜很危险，你不该独自来见他，更不该再接近他了。我心里有数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你还真是什么人的醋都吃哦。但我已经嫁给你了呀。我自是信你，但我不信他。我也不信他，但我信你呀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许冲动行事，不许以身涉险。我呢就好好做生意，若是能查到线索最好，查不到也不强求，绝对不以身犯险，这样安心了吧？阿佳叫我过来，可是因为今日我冲撞了二叔公。今天的事我知道了，不算冲撞。二爷有他自己的过错，叫你来，不是因为二爷的事，那是杨家的脸面。宗亲们对今天的事颇有微词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也知道你有才华，但对益州有贡献，可不等于对杨家有贡献。阿佳，英英也想有功于杨家，
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如今茵茵已不是飞花会会长了，若是想为杨家尽力，不知还有何途径，还望阿家指点。三郎名下有几间铺子，因为他常年不在，一直由家族代为照看。你若是有闲暇，不妨接手打理，你可愿意？茵茵愿意，多谢阿家。那好，那我就着手安排人交接。茵茵，在杨家做生意，不同外面，不仅要懂生意，还要懂规矩和人情。茵茵明白。精致而小巧，好看又好用，不错。茵茵，你一定不是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人，但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做过吗？因为穗锦利益太小，他们瞧不上。不是，是因为观念，就像贩夫走卒也不敢设想自己能用蜀锦一样。可是观念本就是从无到有的，只要不违背天理伦常，就有它存在的道理。我们将穗锦做成小物件，既不浪费锦，还能让百姓享得蜀锦之美，何乐而不为？做生意有想法是好事，但任何一条新路都会有争议的，你可要想好了。茵茵想好了，我想试试。拿什么试啊？就靠你店铺里那些陈旧的锦样。两位阿兄已经答应将铺子里滞销的锦缎，还有成衣铺的穗锦低价卖与我了。大郎同意不奇怪，这二郎你是怎么说服的？我说服了二嫂。你是懂得抓关键的。也不批上点就出来。再着凉了。走。你是真有事儿啊！靳老板从不骗人。都当了老板了，这些事儿还自己做。我是想着先自己做一些试试，若是能卖出个名号，我就找刘伯帮忙，然后再给他分红。他是织工，他做这活儿肯定能做得很好。你别看这只是穗锦，如何裁剪能更好地保留纹样，如何不勾丝，如何能粘得更牢固，这都是有学问的。那我来帮你。你会做？拿得起刀剑，这剪刀我还拿不了了。这不是一回事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回事了？好了，你就……郎君夫人，该休息了。我的帮手来了，进来。见过郎君夫人。郎君，
夫人，天色已晚，早些歇息吧。可是我还有很多没做。杨家规矩，不可无故操劳，要爱惜身体。您还是明儿再做吧。我记得杨家有一条规矩是说，为主分忧，同甘共苦。你忘了？那我帮您做。好。是。这规矩的人，剪裁一定方正。夫人还真是知人善用啊。好了，我现在有帮手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不，我不回去。明日你的夫君就要回到济官府，夙兴夜寐，夜不归宿了。今日就让我留在这里，好好的看看你。我还是帮你吧。你不是要好好看看我？好，那我就只看你。阿公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正好经过这儿，看着灯亮着，这门也没关，所以这也是杨家新买卖嘛。我这个家主，那不得来看看吗？是，您快请进。看看人家。哦，在贴锦盒啊，这个我擅长啊。来，我来给你们贴一个。哎，有劳阿公。哎，嘿嘿嘿，这个哦，你现在有出息了，这是个好事儿。牛锦那儿不用怕。杨家年年给节度使供奉，牛锦就是再跋扈，他也不会把节度使的摇钱树赶尽杀绝。是，多谢阿公。杨家的这些宗亲呐，都还是那个德行，既好利又好颜面。他们现在啊，是既需要你，又忌惮你。不管你在外边当多大的官儿，只要回到杨家，他们就会用各种伦理纲常、家族法规来整治你。看见这些人我就心烦，所以离他们远远的。不过，你们要有什么麻烦，就往我身上推，我好歹还是个家主嘛。好，我们晓得了。家主，哎，贴歪了。啊，歪了，没用。我在这儿没用，我有用的地方。你看看这个锦盒，贴歪了，可以把它撕下来重贴。那人要是做错了，就不能给个机会重来一次吗？我这辈子最对不起、最后悔的，就是不知道你阿娘真正需要什么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你就不能给个机会让我了解自己的儿子吗？阿公，您别着急，我们刚回杨家，一切都慢慢来。我能不急吗？
这稍微有，这不是有个机会我就颠颠的跑来了。那人家还不领情，我连饭都没吃。懂了吧？是呀，我给你们煮点馄饨，暖暖身子。他刚才说我们吗？是，我们。是我们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嗯。但是有利也有弊。杨家的这一套宗亲制度太久了，久到已经开始僵化和腐败了。如今，比起从外人口袋里拿钱，叔公们好像更愿意从自家口袋拿钱。你跟我说这些，就不怕我罚你？这不就是阿佳想让我看到的吗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阿佳明明知道我去了宴会会与宗亲发生争执，您还是让我去了。阿佳怪我与二叔公作对，却给了我铺子，让我有根基与二叔公对峙，又通过小样锦事件，让我彻底看清杨家制度的弊端。就连锦绣，这个格外懂规矩的丫鬟，不也是阿佳有意安排的吗？那你觉得我安排的这些是为了做什么呢？阿佳需要我，需要我这把刀，劈开腐朽，重整杨家。你既然约我，定是有了法子。想要改变杨家，首先得看明白，困住杨家的究竟是什么。哟，诸位叔伯都早到了，哈，是我来晚了。那这样啊，我呢先自罚一杯。好，看见没有？我说什么了？没穿官服，那今天来的就是我们的三郎贤侄，而不是杨督察。三郎啊，你多年在外啊，都忘了规矩，你怎么派人查起我们自己杨家的账来了？但是，各位叔伯，念你多年在外，不和你计较了，就不开祠堂问你的罪了。咱们今天在这饭桌上把话说开了就行。不是啊，我查账坏了杨家的哪条规矩了？杨家家规第34条，禁同室操戈，禁内外不分，禁足一时一起而损长远利益。杨家家规第41条，杨家各商铺所有货品、人员、账目等都由长事统管，禁彼此私相授受、查探机密。五叔，您记性是真好，但我是一句也没听懂。哎，要不二叔您帮我解解惑？杨静兰，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今天各位叔伯把你请到这儿来，是给你面子。你要不要这个面子，我们回去开祠堂。我要问问我的好大哥、好长嫂，我看他们怎么惩罚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不孝子。我让他们来教教你什么叫做杨家的规矩。宗亲并不可怕，但棘手的是他们手中的那把刀，杨家的规矩。所以，想要改变杨家最好的办法，首先便是要建立新的规章制度，将权力交还给合适合理的规矩，而不是辈分和血脉亲疏。既然诸位叔伯
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给大家交个底。查账，就是我有私心，是太子想要私下买些蜀锦，东宫买东西，即便是私下，也要把来路查得清清楚楚。我恰好在益州，太子就把这把关的事儿交给我这个督察了。我该选择谁家呢？贤侄，你若真有此心，何不直说呢？我怎么直说呀？我怎么说？我难道说啊，我是杨家人，您就买杨家锦就好了？这不合适。这本来呢，借口我都想好了。表面上跟太子说，我与杨家不睦，查账是我为了泄私愤。可是这么一查，大家都没问题，锦也不错。那我举贤不避亲，自然就推荐杨家锦吧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继续这么办吧。不行啊，杨家有规矩，我没资格查呀。贤侄啊，这太子也不知道杨家的规矩啊。是医术，史一叔啊，您呢是没做过官，自然就不了解。这东西啊，它是要复审的，到时候长安派人下来一核对，知道杨家有这么一个规矩，他就会问了啊。说，你说你查了杨家的铺子，杨家的规矩让你查吗？是你谎报了，根本没有查呀？还是说杨家的规矩改了？贤侄，只要规矩改了，他就……嗨，开个玩笑，杨家的规矩怎么可能会改？你要是确定太子一定会买杨家锦，只要各家真没问题。好，老五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各位，我觉得既然三郎啊是为杨家好，那咱们呢也得为杨家的脸面尽把力。我提议啊，咱们在这个41条后面再补充一句：若彼此探查，对杨家大有裨益，则可酌情商议。你们觉得如何？不可，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不能改。我说，我怎么记得好像杨家有一条规矩是大概的意思啊，是说，若意见不一致时，少数服从，多数。啊，对，有这么一条啊。这样，同意补充一句，咱们同饮此杯。好。二叔，二哥，瞧瞧，杨家的心不是挺急的吗？那这规矩啊，咱就改了，改了。您看，这规矩还是能改的。可你怎么能确定，你改的新规就一定比旧规好呢？不确定。所以要试。我已经将杨家设计锦业的规矩都整理出来了，跟大家逐条讨论。我们会优先修改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3条，在飞花会和季家警方实行。还想请阿家一同拭目以待。原来你要革的不是杨家，是锦业。我要革新的是所有不讲道理的规矩。若我此次尝试能有成效，阿家可允我也在杨家一试，或者说，阿家可敢一赌。锦心，夫人，拿酒来。我要与我的生意伙伴好好喝上一杯。诸位，
诸位不必担忧我们作假，这些都会写进契约。有意来季家锦房做工者，请进里面结契。最近都在讨论你的新规啊，说要教训你。可是都没有人来啊。他们在等。我季英英在他们眼中向来是离经叛道，但唯利是图。有些人就是在等着看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好处。若是有好处，他们早晚也会用。对于商人而言，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而还有些人嘛，估计是在等着杨家宗亲教训我。真好看呢，可是给谁看呢？女为悦己者容，这份对镜贴花，自然是给夫君看的。那我今日若是不来呢？所以我日日等在此处，想着总有一天，夫君有需要我的时候。譬如节庆，有事总需要我这个赵二夫人出来露个面吧。又譬如我阿爷突然想起我，想要见见我。你们牛家人啊，还真是心智坚韧，在如此逆境中，还可以做到隐忍折服。夫君终于肯来见我，是有什么要事吧？啊，听闻你在长安住过一段时间，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。夫君这是要把赵家的生意做到长安？长安可是我的伤心地啊！我的第二任夫君，便是死在了那里。自然，我是愿意效犬马之劳的。只是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玉渊他没有死，我能把他卖出去，就定能给他买回来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你定会知道他的下场。玉渊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益州府10月9，斗鼎会。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。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
流光溢彩。阿爷叫它蜀红丝，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归南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！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验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都运官，竟在驿馆放了一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都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刺史，自证。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都运官就地正法，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。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是阿爷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锦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莹莹。你不能去！哎，你秀兰，你不能去！阿姨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家人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哥还要回家，哥还要回家。
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，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重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借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俺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，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。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季的讨债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二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！阿娘！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一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料峭寒雪尽，娥皇时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
大夏里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收摊！快！这花甲要洗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人家大两哭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英英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！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你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！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季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。金玉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开。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颜金印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小子，爷这个姐姐呢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。我爹，流氓！爷！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！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定的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呀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实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祸便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祸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姚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。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
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呀，我的！生我所欲也，义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先将就2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国魁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呀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老君，那花掌柜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纤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商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花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啦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家
说嘛，成交，劳您画押。哎呀，承蒙惠顾，郭奎送客。艳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欺者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畔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为什么都把季妍妍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二郎君还有婚约在。这些年赵二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右折进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浣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郭辉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莹，郭辉，你，算了，郭辉，这孩子。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，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莹莹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，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
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爷对不起你。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，这死了3个了。你说这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这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的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，他好在哪儿啊？好的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去见一个朋友？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义出来！金义出来！娘子，金义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娘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开门！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生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爷都要死了呀！哎呀，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！哟，哎呀，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嘛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生活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、这胳膊这全都折了，疼吗？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？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我看看啊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安排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也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
怎么着都没做出来，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是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免得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贵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1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。金娘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3道堰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2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玉英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嘿嘿，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14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14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莺莺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
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哪怕是受点委屈、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都听好了，打今日起，浣花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允许他这个惹是生非的人来这儿洗丝。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蜀锦染丝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